欢迎收听。这次呢，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你提供的关于中国神话里月老的一系列资料。我们经常听说他是中国的丘比特，但总感觉这个说法有点太简单了。这位管姻缘的神仙，还有他那根特有名的红线，背后到底藏着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没错，这正是我们这次要为你梳理清楚的核心。我们不只是要了解一个月老的故事，更是要通过你给的这些资料，去探索一个在中国文化里，分量特别重的一个概念——缘分。对，缘分。我们会从月老这位神仙本身开始，然后讲一个让他可以说是一战成名的传说。好的。最后再看看这个古老的神话是怎么变成今天很多人都挂在嘴边的缘分的。听起来这趟旅程会很有意思，那我们就从源头开始吧。这位月下老人，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神？好的，首先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你看资料里的描述，他完全不是那种威严的高高在上的神，他总是一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爷爷形象，看起来特别和蔼，经常在月光下出现，所以才叫月下老人。感觉就像一个邻家的慈祥长辈。对，但是他手里的权力可不小。是啊，他管的是全天下所有人的婚姻大事，这可比任何婚介所的业务范围都广太多了。那他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呢？我看资料里提到了他的2件法宝。对，这2件法宝是他的核心工具。第一件呢，是一本叫《婚姻簿》的书。婚姻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宇宙级别的数据库。数据库，上面清清楚楚地记着谁会和谁结婚。它不是在做媒，更像是在执行一个已经写好的程序。所以说，他不只是一个媒人，更像是一个命运的档案管理员。这个比喻很到位。这个婚姻簿的概念，就好像把所有人的爱情结局都给剧透了。就是这个意思。而他的第2件法宝，就是那根大名鼎鼎的红线了。红线。他有个大布袋，里面装满了那种看不见的红线。只要他在婚姻簿上查到，这2个人是一对儿，他就会用这根红线系住这2个人的脚踝。这个设定真的非常浪漫，但又带着一种怎么说呢，无法抗拒的宿命感。对，也就是说，一旦被红线系上，不管你们俩是隔着千山万水，还是身份地位差很多，甚至一开始是死对头，对，最终都得走到一起。正是这种无法抗拒的感觉，让红线这个词在中国文化里有了特别的含义。比如现在朋友之间开玩笑，说要帮你介绍对象，就会说我来帮你牵个红线。是这样，它已经从一个神话道具变成一个日常用语了。没错，这就让我们回到了最开始那个问题，把它比作中国的丘比特，到底准不准确？感觉差别还挺大的。差别非常关键。丘比特的箭更像是一种突发的化学反应式的干预。他一箭射中你，你就突然爱上某个人了，这里面充满了偶然和激情。对。但月老的红线不一样，它不是创造爱情，它是揭示一段命中注定的关系。我明白了，所以丘比特的箭像是爱情的开关，按下去，爱就发生了。对。而月老的红线更像是一张早就画好的藏宝图，它只是告诉你，宝藏，也就是你的另一半，早就在那儿等着你了。这个比喻太好了，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揭示。一个强调的是突如其来的激情，另一个强调的则是一个没法违抗的早就写好的宇宙剧本。这种根本性的差异也为我们理解后面那个著名的传说故事做好了铺垫。这种无法违抗的剧本听起来力量感太强了，在你给的资料里正好有一个唐朝的故事，把这种绝对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主角叫韦固。对，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月老这个形象的官方背景故事了。
他用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那么相信命中注定。故事发生在唐朝，一个叫韦固的年轻人，因为是孤儿，所以就特别想早点结婚，安定下来。故事的开场就很有画面感。一天凌晨，韦固去一个寺庙跟人约好谈婚事，结果在台阶上借着月光看见一个老人。这个老人靠着一个布袋在翻一本书，那本书上的字他一个也看不懂。韦固就很好奇，上前去问。老人也特别直接，告诉他这可不是人间的书，这是天上的婚姻簿。哦，直接摊牌了。对，专门记载天下男女的姻缘，而他袋子里的红线就是用来把这些命定夫妻绑在一起的。这位老人当然就是月老了。韦固一听，半信半疑，但又觉得机不可失，就赶紧问自己的姻缘。然后呢，月老就给了他一个让他完全没法接受的答案。是什么？他指了指不远处一个卖菜的老婆婆怀里抱着的一个3岁小女孩，告诉韦固，那个又脏又穷的小女孩就是他未来的妻子。哎，这反差也太大了。可不是嘛？可以想象一下韦固的反应，他是个读书人，自视甚高，一心想娶个名门闺秀。结果月老告诉他，你的真命天女是菜市场一个3岁的穷丫头。资料里说他勃然大怒。对，等一下，他接下来的反应也太极端了吧？只是因为不喜欢月老的安排，他竟然派自己的仆人去刺杀那个3岁的小女孩。这已经不是失望了，这简直是丧心病狂。这反映了当时怎样的价值观？你抓到了这个故事里最黑暗的一点，这确实非常残忍。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婚姻对一个男人，尤其是像韦固这样希望通过婚姻提升社会地位的男人来说，有多重要。我明白了。他觉得这个预言摧毁了他全部的人生规划，所以才做了这种疯狂的举动。那结果呢？他成功了吗？没有，仆人也慌了，在混乱中只来得及在小女孩的眉心刺了一刀，就赶紧逃跑了。好，这事之后呢，韦固的人生也确实不顺，10几年里他提过好几次亲，但都没成。这听起来就像是命定在悄悄地修正轨道，确保他最终能走到那个预设的结局。完全正确。10几年后，韦固已经成了个小官，他的上司非常欣赏他，就把自己17岁的女儿嫁给了他。这下总算得偿所愿了。是啊，娶到了一位门当对对、非常美丽的妻子。但有一点很奇怪，他的新娘总是在眉心贴一朵小小的花点，哪怕是洗澡睡觉的时候都不拿下来。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当然，在韦固的一再追问下，妻子才终于说出了真相。他说这朵花是为了遮住一道疤痕。她其实不是上司的亲生女儿，是他的侄女。他父亲以前也是地方官，后来去世了。他3岁的时候被保姆抱着在菜市场，不知道为什么被一个狂徒刺中了眉心，留下了一道永远的伤疤。我猜那个保姆就是一个卖菜的老婆婆。完全正确。韦固追问之下，妻子说当时照顾他的保姆确实是以卖菜为生。天哪！那一刻，韦固全身的血都凉了。10几年前月光下那个老人说的话，每一个字都应验了。他拼命想反抗的命运，最终还是以一种他完全没想到的方式，严丝合缝地实现了。是的。所以这个故事说白了，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儿：你的缘分呐，老天爷早就安排好了，你自己瞎折腾是没用的。哈哈，就是这个意思。他给命中注定这个词提供了一个有血有肉，甚至有点惊悚的案例。是这样，这个故事的传播力非常强，因为他把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变成了一个有悬念、有转折、有情感冲击力的叙事。从此，月下老人和红线的说法就彻底在中国文化里扎下了根儿。好，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古代传说。
但就引出了一个更有趣的问题：都21世纪了，中欧的年轻人在用着各种约会软件，讲究效率和匹配度的时代，还会真的相信这位白胡子老爷爷在用红线决定他们的爱情吗？这恰恰是这个文化现象最迷人的地方。就像你资料里分析的，如果你直接去问一个年轻人，他大概率会笑着跟你说：“哎呀，那都是神话故事了。”对，肯定会这么说。但他们的行为，还有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语言习惯，却透露出完全不同的信息。你的意思是，大家嘴上说不信，身体却很诚实，比如去庙里拜月老。对，而且是大张旗鼓的去拜。我亲身去过你资料里提到的台北龙山寺，那里的月老神像前真的可以用水泄不通来形容。哇，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非常虔诚的求红线，求桃花运，也就是爱情运。这已经超越了迷信了，更像是一种寻求心理慰藉，给自己一点希望的文化仪式。就像是给自己的爱情生活买一份精神保险，希望能得到神明的祝福，至少图个心安。可以这么理解，但比拜神这个行为更深层的是月老神话在今天真正的遗产，是什么？也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词——缘分。这个概念已经完全内化到了现代人的世界观里。对，你提供的资料里也强调，缘分这个词很难被精确地翻译成英文的 fate 或者 destiny， 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细微的差别？差别很大。fate 或 destiny 更侧重于一个最终的、不可改变的结果，而缘分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它不仅包含了那个结果，更强调通往那个结果的过程中那些充满巧合、魔力的瞬间。能不能举个例子？当然，比如你和一个人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了10年，每天走差不多的路线上班，却从来没见过。直到有一天，你们因为躲雨，同时冲进了同一家小书店，然后认识了。这个相遇的瞬间就是缘分。他强调的是相遇本身那种不可思议的神奇性和浪漫感。我明白了。所以说 fate 是最终你们会在一起的那个结局。对。而缘分是让你们在书店相遇的那场雨，是那个神奇的巧合。它让冷冰冰的宿命论多了一层温柔和诗意。这个比喻太棒了，而且缘分的应用范围也更广。好朋友之间，你会说我们俩真有缘分。对。工作中遇到一个特别合拍的伙伴，你也会感叹这是一种缘分。所以，最核心的转变其实是人们不再把命运寄托在一个外在的神明上，而是内化成了一种世界观——缘分。这是一种更有弹性的宿命论，它承认巧合的魔力，也为个人努力留下了空间。好了，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次的探讨。我们从月老这位和蔼可亲、掌管着婚姻登记簿和红线的中国神仙开始，然后呢，我们通过回顾那个有点黑暗又充满戏剧性的故事，看到了天命不可违这个观念是怎么被具象化的。但最关键的是，我们发现这个古老的神话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化了。怎么说？它从一个关于神的具体传说，演变成了一个更抽象、更深刻，也更被现代人所接受的文化信念。那就是对缘分的相信与珍惜。没错。韦固的故事听起来，命运就像是一部已经写好的电影剧本。我们只是演员，无论怎么挣扎，都只能按照剧本走向那个唯一的结局。这听起来有点消极。的确，那个古老的故事强调的是人的无力感，但有趣的是，现代人对缘分的理解似乎把重点放在了珍惜那些神奇的巧合与相遇上。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你继续思考的问题：我们的角色究竟是像韦固一样消极地等待命运的安排，甚至在他不合心意时徒劳的反抗，还是说我们应该积极地去生活，去经历，
把自己准备好，以便在缘分以某种意外不到的形式，无论是在书店、在旅途，还是在一次普通的朋友聚会上，突然出现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认出它，并且有勇气和能力去把握住它呢？